我的丈夫高明出了车祸，重伤濒死。医生说抢救了意义也不大，让我做好心理准备。我准备的可好了，大手一挥，不给医院添麻烦，放弃治疗，开死亡证明，注销户口，拉去火葬场，6个小时之后，它就变成了一堆灰。我拍着骨灰盒，高明啊高明，你可真是个好人。家财万贯，英年早逝，莫立遗嘱，所有遗产我占2/3，还有比高明更体贴的人吗？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我的丈夫高明出车祸死了，给我留下一大笔遗产，还有比高明更体贴的人吗？想着他这么体贴，我自然也得体贴一点，于是我打电话给高明父母度假的疗养院，让主诊医生把所有最贵的检查和营养剂都给他们用一遍。儿子死了可是大事，万一2位老人受不住怎么办？我得提早帮他们把身体调理好。还有他的小晴儿，从前高明在，我睁只眼闭只眼，如今高明都死了，那我还不得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，带着搬家公司到小晴儿家里，大手一挥，办。小晴儿没在家，正好方便了我。所有东西贴上封条，囫囵打包带走。撤退的时候，房间里除了个人生活物品，只剩一张床，那东西我可不要，嫌脏。搬回来的东西当真不老少，我足足整理了1夜，才把要的挑出来，不要的卖废品。废品站的老头儿刚把东西拉走，远景就上了门。林青是不是？有人举报你入室盗窃。同志，我冤枉啊！我可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。是不是的，先跟我们过去了解一下情况。我当然去了，反正我又没偷东西，了解一下怕什么。到了地方，一眼看到许朵，她见到我就跳起来，破口大骂：林青，你这个小偷，竟敢偷我家的东西！我看她挺着7个月的肚子，还跳得这么厉害，眉头直皱，好心提醒她，你动作小点，万一孩子跳没了，你可别赖我头上。你敢咒我的宝宝！许朵真是完全不听人劝，我让她动作小点，她居然更激烈了，还想来打我。我能怎么办？当然是寻求远景帮助啊！我连忙往远景身后躲，远景叔叔，他想用孩子嫁祸我，你们要给我作证，快保护我啊！值班人员想办法把许朵拉开，看我的眼神一言难尽极了。我问道：你们是不是觉得我法律意识特别高，莫被陷害到想表扬我？不用客气，学习法律知识是每个公民应该做的。他们的眼神更加复杂了，说道：都坐好，先把盗窃的事情说明白了。我被带进小房间，审问人员神色不善：昨天晚上8点，你在华庭雅苑干什么了？搬家。搬家？是你的吗？你就搬。他一拍桌子，甩出来一大堆照片，业主已经把你告了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带着搬家公司去，你以为你在拍电影啊？估计他们没见过我这么嚣张的，都快气笑了。可是房子就是我的啊！我从包里开始掏东西，房产证、土地使用证、银行付款水单、身份证，你们看看还缺啥？这下轮到审问的人蒙圈了，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对证件，最后终于确定我真的是业主。他们把许朵叫进来，又把物业经理也找来，问到底怎么回事。物业经理说，徐小姐是住在那里的业主，我肯定，我经常见到她。许朵说，就是林青去我家偷东西。我撇着嘴角冷笑了，
许朵，你可以啊，你无家可归，我和高明看你可怜，借你房子住，怎么借你就成你的了？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，你住了好几年，付过1分钱的房租吗？许朵脸色一白，连忙说道，房子不是我的，可是里面的东西是我的。同志，林青他偷了我的东西。这话你也好意思说？我啪一把又掏出一沓票据。同志，这是装修清单和发票，这是家具购买订单截图和付款记录，您可以对照着东西查。跟办案人员好声好气地说完，我又看向许朵，你的那些脏衣服臭袜子，我搬家之前可都已经给你扔出来了。我搬走的那些东西，家具家电柜子，哪样能挨上你的姓？办案人员冷着脸对许朵说，你说他偷了你的东西，你丢了什么？列个清单出来。许朵拿着笔咬牙就要写，我在旁边冷笑，许朵，你可都4、5年没工作了，我也挺好奇，你这一穷二白的，能丢什么贵重东西？许朵脸色瞬间煞白，笔下愣是一个字都没写出来。我老神在，我当然知道房间里有什么。高明半年之前就准备和我离婚，老鼠搬家一样的转移资产，不少现金转了好几道弯，全都换成了金条，就放在那个房子的保险箱里。这个保险箱嵌入式隐藏在一个储物柜里，我昨天晚上已经找到了，而且藏在了很安全的地方。我倒是不怕许朵写，但许朵写了，别人也得相信啊。一个连房子都要蹭住的人，会有这么多金条，这不是拿人当傻子耍吗？最后，许朵灰溜溜地说，看到房间乱成那样心太慌，莫留意他自己的东西已经被我拿出来了。远景逮着许朵好一通教训，许朵咬紧了牙，憋了一肚子气，一个字也不能说。我也被训了一毒，说我搬家之前也不和住户打个招呼，闹出乌龙，浪费警力。我立刻连声认错，保证绝不再犯。我和许朵一起走出警局，正式向他通知，那房子我要卖了，给你3天，赶紧搬走，否则就付房租，1个月3万。你抢钱啊！许朵大怒。我斜着眼看他，华庭雅苑，黄金地段，超大平层，那地方月租不要3万。你要不上网查查？许朵当然知道我说的是真的，她咬牙说道，林青，你别得意，我会把你做的事情告诉高明，你等着高明找你算账。哦，是吗？我笑了笑，你肯定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吧？他接了吗？许朵脸色一变，握紧了手机。我笑得更开心，好心告诉他，不用打了，他接不到的，他现在已经成一堆骨灰了。许朵尖利大叫起来，林青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你竟然咒他死！你们好歹也相爱了那么多年，他是你丈夫。我捂着耳朵直皱眉，等他吼完了才说，你还知道他是我丈夫啊？那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你是不是不信？那你可以去查，昨天上午10点出的车祸，新闻上应该有报道，还有这是他的火化凭证影本，你也可以去火葬场问问。我把纸塞在许朵手里，果断上车离开，身后传来许朵尖锐的叫声，后视镜里看到她捂着肚子倒了下去。我拿出手机打算拨个120，想想算了，警察局门口会有人帮他叫的，说不定公车直接送达，还省趟120的费用呢。我觉得自己可真善良，节约了一趟医疗资源。回到家里，我关掉手机，洗了个澡，美美的吃了一毒，又睡了个觉，被社区警卫室的电话吵醒。林女士，门外有对夫妇说是你的公公婆婆，要限你。通话器那头传来高明他妈愤怒的骂声，林青，你个丧良心的，高明才死多久你就把人给火化了，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见他一面？你个毒妇，你出来！我掏了掏耳朵，说道，不见。
我这房子可不是和高明住的那一栋，是我自己买的，保安才不认识什么高明他爸妈。关了通话器，我打开手机，果然电话短信几百个，我一键删除，继续关机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又被远景同志找上门了。有人控告你谋杀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我冤枉啊！我可是守法奉公的好公民，我连忙又叫冤。远景眼角抽了抽，先过去了解一下情况。我乖乖地跟着去了，我又没谋杀，了解一下情况有什么好怕的？到了地方，一眼又见到许朵，坐在一起的还有我公公婆婆、高明他爸妈。他妈一见到我就扑上来，林青，你这个毒妇，你连我儿子最后一面都不让我见，你不得好死。我看他跳的那么欢实，甚感欣慰，疗养院那一大堆营养剂果然没白打。我好心关心他，妈你跳轻点儿，一把骨头跳散架了，可别怪我头上。你害死了我儿子，还敢咒我，高明他妈和许朵简直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一点儿也不听人劝，鬼哭狼嚎地往我身上扑。我能怎么办？当然是寻求远景帮助啊！远景同志救命啊！我连忙往远景身后躲，他仗着是我婆婆就要打我，这是家庭暴力，家庭暴力也是犯法，你们快点保护我！值班人员想办法把高明他妈拉开，看我的眼神再次一言难尽极了。我问道，你们是不是觉得我法律知识特别广，连家庭暴力都知道？不用客气，普及法律知识是我应尽的义务。他们的眼神更加复杂了，说道，都坐好，他们举报你有谋杀嫌疑，先把谋杀的事情说明白了。我被带进小房间，审问人员神色不善，扔出一张纸，你公公婆婆提供了你丈夫高明车祸的事故鉴定报告，上面说他之所以会出车祸，是刹车失灵，他们指控是你动了手脚，这个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有，他们瞎说。我立刻为自己辩白，同时特别心疼办案人员，远景同志，我公公婆婆这么大年纪不懂法，是不是什么证据都没有就来闹来了，还非得让你们把我抓起来？办案人员的表情一下僵住，我顿时深感同情。他们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接着问，你婆婆说高明的车都是你负责保养的，每个月都会保养一次，上一次保养的日期就是高明出车祸前3天，难道你就没有发现刹车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我诚恳地看着他，我这个月末去保养，我有事儿耽搁了。办案人员继续问，什么事情耽搁的？你考虑清楚再回答，如果你没有问题，为什么这么快就把高明火化了？据我们了解，从死亡到火化中间还不到6个小时。他目光锐利地盯着我，不得不说，这的确是个最大的疑点。要是没有问题，我这么快把高明搞成一堆灰干什么？我也诚恳地看着他，问道，同志，火化还要挑日子吗？空气中飘满着安静的气息，只有我一脸真诚。回答问题，一个办案人员唱红脸，问你什么就说，不准用问题回答问题。另一个办案人员唱白脸，这个问题要是说不清楚，对你的影响很不好，还是配合我们把事情弄明白。你也说你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不是？别的话我都能不接，奉公守法的好公民我能不接吗？只能实话实说了，因为我烦他。我陪着他白手起家，现在发达了，这狗东西竟然要跟我离婚。3天前我本来要开车去保养，就是这个狗东西回来跟我吵了一架，我才没去。现在他死了，我还留着他的尸体过年吗？要不是法律不允许，我还要拿他的灰当肥料种狗尿台。办案人员仔仔细细看着我的脸，终于确定我莫说谎。他们都等着我狡辩，莫想到我这么敞亮。我还努力自证，同志，你们要是不信去问我们物业，我们社区有监控，我还把高明给打出去了，
他们都知道。他们把我公婆和许朵叫过来，许朵进来就问：远景同志，查清楚了吧？高明就是林清谋杀的。远景一瞪他：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是高明什么人？许朵噎了个大红脸，委屈地看向高明妈：阿姨，这我干女儿，高明的干妹妹。高明妈梗着脖子说：前亲法律不承认，高明和你没关系，别什么事情都上赶着往上凑。许朵铁青着脸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远景打电话和社区物业确认过了，也调了监控录影，车子该保养那天高明确实回了家，还和我吵了架，一堆人看着我用东西把高明砸出门。车子没保养是你儿子自己的原因造成的，火化虽然快了点，但手续都合规合法，有事情报警是你的权利，但什么证据都没有就诬告，法律也会追究你们的责任，明白吗？高明妈才不管远景说什么，听到不是我的责任就又想往我身上扑。林清，你个杀千刀的，你连我儿子最后一面都不让我见啊！我熟能生巧，麻溜的躲到远景后面。妈，咱话可得说清楚，不是我不让你见，高明从几十米高的山崖上摔下去，摔得血呼啦叽的，我看了都差点受不住，能让你看吗？万一你看了也吓绝过去，那咱家不是要办2场丧事了吗？我可都是为你好。你敢咒我死，高明妈和许朵真是亲母女吧，说话都一模一样。值班人员一边拦高明妈，一边瞪我：你能不说话不？必须能。我抿紧嘴巴，表示坚决配合警方工作。高明妈胡搅蛮缠的，最后还是远景说如果再闹要按寻衅滋事抓起来，她才终于消停。我们出了警局，高明妈还死死瞪着我，我也不理她，问许朵：你搬出去了么？房子我可要卖了。林清，你太狠了！许朵转头就找高明妈哭。高明妈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听许朵哭哭啼啼说完了，才插着脸冲我吼：你凭什么让许朵搬出去？那是我儿子的房子，我就要让他住。那是你儿子和我的房子，现在你儿子死了，这算遗产，我占2/3，你和爸加起来才占1/3，要不我把厕所和阳台划出来给他住。我热心的解释：许朵，那房子你知道，阳台是270度3面环绕景观式的，面积绝对够1/3，厕所算我免费赠送。高明妈都快气绝过去了，一根鸡爪子手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。我才懒得和这个老太婆客气，直接越过她给许朵下最后通牒：明天最后一天，再不搬出去，我就直接换门了，到时候东西带不走，你自己看着办。阿姨，我怎么办啊？我还这么大的肚子，许朵哭得真可怜呀。高明妈气得脸发青，拉着她的手安慰：不怕，你这身子住别的地方也不合适，跟我住疗养院去，还有人照顾。她示威一样拉着许朵的手，趾高气扬地从我面前走了。许朵还回头给我抛了个得意的眼神。我跳上车，笑得咧开了嘴。好啊，妙啊，那疗养院可不便宜，我祝愿他们在里面住个天长地久。我打电话给疗养院主诊医生，我公公婆婆又带了个人去，是个孕妇，金贵着呢，你可得照顾好，想做啥检查都给她做，吃的用的都用最好的。回到家，我叫了个上门美容，给自己美美的保养了一番，喝点红酒，吃点牛排，再睡个美容觉，顺道把法定财产分割清单给他们寄过去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被律师函给吵醒了。林清女士，关于高明先生的遗产的法定分割，许朵女士主张她肚子里的孩子也有一份，许朵女士已向法院起诉，请您准时出庭。嗨，出庭嘛，谋杀我都顶过来了，分个钱我能怕？开庭的时候我准时到达。
许朵挺着肚子，我肚子里是高明的重，遗产他也应该有一份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你凭什么不信？我肚子里就是高明的孩子。拿证据出来啊！我笑眯眯的，亲子报告料解一下，你拿出来，我保证1分钱也不少你。许朵脸一下铁青，声音都变调了，你还敢说？高明都被你烧成灰了，我到哪儿做亲子报告去？我拉长了声调，哦，原来你没有。我转向法官，一脸诚恳，法官同志，他没有亲子报告挨，起的哪门子诉？法官直皱眉，你这不是胡闹吗？许朵连忙说，我有其他的证据，叔叔阿姨可以证明。高明妈立刻叫起来，我儿子高明和朵朵在一起过，我知道这个孩子就是我大孙子。我无奈，妈，法律常识料解一下，除了亲子报告，谁也不能证明儿子是不是他老子的儿子。高明妈被我老子儿子绕得云山雾罩，一时反应不过来。这时高明爸开口了，不就是亲子报告吗？我们有。一边说一边交了一份上去，法官拿着报告看，高明爸骄傲的陈词，这是我和朵朵肚子里孩子之间的血缘检测，证明我们有亲缘关系，我就高明一个儿子，朵朵肚子里肯定是我儿子的重。法官本来正在看，一听这话就把报告放下了，证据无效。高明爸一听就火气就上来了，大喊大叫，凭什么不认？亲子报告也做了，上面明明写着孩子和我有血缘关系。爸，您冷静点儿，我替法官维护了一下秩序，刚不是说了吗？亲子报告，知道啥叫亲子不？就是老子和儿子，除了高明自己，谁的报告也没用。另外，我笑了笑，您确定您真的只有高明一个儿子？高明爸被我问愣了，我直接甩出一大堆材料给法官，趁着法官看资料，我愁眉苦脸的给他解释。家丑不可外扬，本来我也不想说的，可谁让我公公非得逼我呢？我公公婆婆本来感情确实不错，可架不住儿子有钱了呀。我公公从高明那儿拿到钱，可是闹了不少花边新闻，和广场舞的大妈传过绯闻，被我们全家堵房子里抓过奸，我还到派出所保释过他一次，罪名是嫖那啥，您懂的，您仔细看，领人的回执我也放在里面呢。高明爸一张脸早就紫了，都胀成猪肝了。我十分诚挚地问他，爸，您确定您真没给高明留下个哥哥弟弟啥的？你胡说八道。我每次都很小心。哦，我了然的点头，十分淡定。可是我婆婆疯了。你这个老不休，她冲上去打我公公，你什么时候被抓的？我居然都不知道，你竟然做这种不要脸的事情。见多识广的法官也被这闹腾的法庭给折腾的闹心，出动了法警才把场面控制下来。高明爸恼羞成怒，却还得压着怒气，跟高明妈打商量，咱俩这点事回去再说，现在不是给孙子争财产呢吗？高明妈反应过来，也发现自己差点坏了事。法官板着脸给他们好好教育了一番，什么谁主张谁举证，什么证据的证明效力等等等等，归根结底一句话，没有高明的亲子报告，说破大天去也证明不了许朵肚子里的孩子是高明的重。高明妈脸色青成一片，这时候许朵忽然跑过来，狠揉了一把眼睛就冲我哭上了。林青姐，我知道我和高明哥对不起你，可是他已经去世了，我肚子里是他最后的骨血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忍心一点东西都不留给他仅有的骨血吗？许朵还是有点小聪明，知道这事儿只要我认了，法官也不会干涉。我说道，好可怜哦。他和高明爸妈瞬间两眼放光，齐齐看着我。我说，我不信。那天我离开法庭的时候很有点惊险，3个人都扑上来要打我。
可是法院也有法警的好不好？法治之地，我怕吗？回到家里，继续该吃吃该喝喝，抽空还去旅游了一趟。一回来，又被法院找上门了。林青是吗？你公公婆婆告你隐匿你丈夫遗产，已经向法院提交诉状，请你准时出庭。嗨，出庭嘛，都出过一次了，一回生二回熟，我怕啥？到了日子，我准时出庭。我公公婆婆这次学聪明了，请了律师。真巧，我也请了。分财产呢，不请律师行吗？就算我高考数学成绩150，那么多钱我也算不清呀。高明妈上来就给我定罪，她藏钱，我儿子那么多钱全都被她藏起来了。就这么2句话，她来回说了80多次。法官青筋直跳，听你说还是听律师说？高明妈看着一脸便秘的几方律师，终于闭嘴了。律师好不容易得了说话的机会，有点过度补偿，种种证据说辞如滔滔江水，一泻千里。又是公司年报，又是分红比例，又是房屋市价，一旋合就是半个多小时，喷出来的唾沫机一击都能有半缸。等他好不容易说完，我方律师掏出几个牛皮袋：公司财报、投资损益、房价指导政府档，安排的明明白白。开玩笑，我律师顾问费1年大几10万呢，有案子还得另加钱，这点小场面都搞不定，我不是白花钱了。再说我前段时间出去玩，他们以为财产分配清单是谁列的，有窟窿还不堵得严严实实。对方律师刚才默谢干净，又便秘了。高明妈气得大骂，花我好几万呢，你有个屁用！他亲自上阵，鸡爪子手指指着我大叫，别墅呢？他还有一栋别墅，为什么不分？那别墅好地段，大面积，3层独栋，一套上千万，这一分1/3也得400-500万呢。我方律师扶了扶眼镜，淡定地拿出一纸协议，指着上面的2个字念：赠与。赠与方，我和高明。被赠与方，我爸妈。高明妈彻底抓狂了，跳着脚叫：不可能！我儿子连我都没送这么好的房子，怎么可能送给那个毒妇的爸妈？肯定是假的。我懒得争辩是不是假的，徐朵最清楚。抢钱这事儿，徐朵怎么会不来呢？他坐在原告席上，见我把矛头指向他，脸色顿时一白。他绷着脸不说话。我方律师也不打算等他，再次淡定地拿出一个 U 盘，在法庭上放了出来。哦吼，公证处的视频录影公证，高明活生生地站在那儿说同意呢。高明妈彻底傻眼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：林青，你个狐狸精，你给我儿子灌什么迷魂汤了？把钱全给你了。我在旁边看热闹，早就说了，就我这律师，行走的吸金兽，能留漏洞。这要是敢给我留漏洞，我不得把花出去的钱全让他给我吐出来。我正看得高兴呢，徐朵冷不丁站起来，大叫一声：林青就是藏钱了，我能作证。这一嗓子着实有点出人意料。高明妈高兴了：朵朵，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你快说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我们家的钱绝不能被那个毒妇拿走。徐朵咬了咬牙，费了老大的决心：高明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把一些现金换成了金条，这些金条都被林青拿走了。法官眉梢一挑，知道好戏来了。利奥，有多少？徐朵抿着嘴，好半天才开口：1个多亿。法官，你再说一遍，我没听清。徐朵：1个多亿。我还没说话，高明妈先叫了起来：1个多亿。朵朵，你之前为什么不和我们说？高明妈被徐朵深深的震惊了，看着她的眼神都变了。
这些金条现在被别人拿走了，所以他才跳出来，要是莫拿走，那许朵岂不是打算独吞？他狠狠地瞪了许朵一眼，回去再和你算账。有了许朵的话，高明妈的腰杆子又硬起来了，冲着法官叫：法官，你快问问林青，他把金条藏到哪儿去了？法官看向我，我一脸诚恳，许朵没给过我。我没撒谎，撒谎有经验的法官会看出来的。可是许朵真没给过我，我找搬家公司搬的。法官又看向许朵，许朵急了，他拿了，他从我家偷走的，我还报警了。我方律师发起攻击，许女士，我要纠正你2个错误。第一，那间房子不是你家，是我当事人的财产。第二，你报警的笔录上写的明明白白，你没有丢失任何东西。许朵急得结巴，我那是因为一时莫想起来。我方律师继续展开攻击，假如真有金条，请问谁能证明？许朵高叫，我亲眼看着高明拿回家的，还是我亲手收到保险柜里的，我能证明。我方律师，沉默是无声的蔑视。是沉默加10086暴击。许朵快哭出来了，法官，有金条，真有金条，我亲手收的。法官眉头皱出深深的沟壑，你的意思是金条是高明的？对，有购买凭证吗？许朵，付款记录也行。许朵，法官很惆怅，说道，谁主张谁举证，懂不懂？不懂的话，污蔑陷害，受害人可以刑事自诉，是刑事犯罪，懂不懂？法官给许朵和高明爸妈谱了好一通法，不得不说法官讲得真好，我都听得津津有味的。一边听一边夸奖高明，高明啊高明，你可真是个好人，如果不是你转移财产的时候做得那么干净，我怎么能这么容易得到这钱？出了法庭，许朵和高明爸妈又往我跟前冲，1个亿的金条啊，他们能善罢甘休吗？但我也不能不长记性，哪能老让他们扑过来打我？离我还有18米远呢，就被保镖拦住了。我方律师站在保镖后面，属于2位的财产已于刚才分割完毕，如果还有什么事，请直接找我，我的当事人不会再和你们产生任何联系。如果你们还要继续靠近我的当事人，我会代表我的当事人向公安机关报警。他看了一眼许朵，许女士，尤其是你，我要提醒你，不是每次都有那么好的运气。许朵缩了脖子，顿时不敢往前冲了。她扯着高明妈的衣服，妈，钱都被林青拿走了，我肚子里的孩子。高明妈看着许朵的肚子，也回过来一点精气神，她握着许朵的手，放心，还有妈呢。高明的财产他转移了不少，剩下的也还有不少，1/3也相当可观。高明妈示威地瞪我，我懒得理她，转身上车。刚启动，我接到疗养院的电话，林总，您公公婆婆最近的疗养费用该结了，我还是把发票寄到您家里。我清了清嗓子，不好意思，我和他们刚刚分割完遗产，高明死了，我和他们也没啥关系了，这钱你直接找他们要就行。放心，我刚把钱打给他们，他们有钱。挂了电话，我开心地把手机在空中抛着玩，所有最贵的检查和营养剂都上一遍。先前主诊医师和我汇报的都上了什么来着？全身核磁8000块，不算钱。基因检测3万块，毛毛雨。自体干细胞回输，国内通价30万，他们做的是最好的，50万，小意思。还有什么来着？一项一项看着不多，加起来可就不少了，何况他们还是2个人。对了，还有吃的。许朵可是孕妇啊，
那还不得燕窝海参换着来？印尼燕盏100克5800，够吃几顿？深海辽参250克8000，有几只来着？真是会享受生活啊！当初有多享受，之后就得为这享受付出多少代价。这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呢？一切看似免费的东西，都早已被命运暗中标好了价格。我就是他们的命运。接下来几天，我的电话被他们3个打爆了。我没拉黑他们，我专门留着这个电话号码给他们打。我就享受他们这种无能狂怒的样子。我的律师尽责地向我汇报情况，遗产付完疗养院的费用还剩几十万，他们已经搬回了之前的老房子。高明爸妈有退休金，没房贷没车贷没欠款，虽说老房子好几十年了，也没电梯条件差了点，可他们不就从这儿出来的吗？想来也没时磨不习惯。只要不出意外，这几十万足够他们剩下的日子过得不错。但不出意外的话，一定会出意外。我知道有一颗大雷，很快就要爆了。1个月后，高明爸妈和许朵哭着跪在我的别墅外面，他们凄厉地嘶嚎着：“林青，我错了，我们错了，求求你看在高明的份上，去救救他的孩子吧。”我站在大门里面，许朵手脚并用地往我跟前爬，被保镖拦住。他死命地哭着：“林青，我的孩子心脏有问题，你是心外科一把刀，只有你能做这个手术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去救救他吧。”我没吭声，先打了个电话给我从前任职的医院，也是高明孩子所在的医院。心外科主任说，小孩子生下来心脏缺损，要立刻修补，不然将来长大了一辈子都在药罐子里过，而且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没了。我挂了电话，看向高明爸妈，看向许朵。高明妈死命地哭：“林青，你就去做了这个手术吧，这是高明的孩子，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血脉了。”我笑了：“妈，我也有过一个孩子，你记得吗？这个孩子是高明的血脉，我的孩子就不是高明的血脉吗？”高明妈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神情猛地变得畏缩。当初我的孩子掉了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说的？说都怪我逞强非要上班，害死了你的孙子。说我的孩子掉了，是福气不够，不配让高明做爸爸，活该没办法到这个世上来。那个时候你们就已经知道许朵了吧？也知道就是许朵把我的孩子弄掉了吧？高明妈委顿在地上，浑身颤抖。高明爸挣扎着试图说服我：“林青，那都是过去的事情，过去就过去了。可这个孩子是高明在世上唯一的血脉，和我有关系吗？”我打断他：“当初你劝我不要报案，免得许朵一个小姑娘留下案底，将来不好做人的时候，怎么默想着我掉了的也是高明的血脉呢？”高明爸妈说不出话，许朵却冲破了保镖的阻拦，在地上平平地给我磕起了头。“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可是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，孩子是无辜的。”“许朵，你以为我不想救吗？”我忽然笑了。许朵睁大眼睛看着我：“当初你父亲找我看诊，突发胸痛，我判断他有急性心梗阻，立刻安排手术，人莫能救回来，是我医术不精，你愤怒之下来推我，我掉了孩子，也认了。可后来你看过诊疗记录，是你弄错了，你来和我说过一声抱歉吗？你那时候是不是还在庆幸，弄掉我的还真是太好了，这样你和高明之间就没有阻碍了。”许朵嘴唇不住动着，只是说不出话，她求着我：“是我错了，可是你去看看我的孩子吧，我求你了。”我一开始以为你是因为父亲死了，情绪激动才对我动手，可是后来高明来了，我看到他抱着你安慰，听到你和他说的话才知道，你以为我早就发现了你们的事情，你以为我是为了报复你，故意借手术害死你父亲，
所以你才会来推我打我。我是心外科一把刀，我太忙了，忙到我丈夫有了外遇2、3年都不知道。我也太天真了，我以为我陪高明走过了最艰难的时候，用我一台一台的手术补贴支撑起他商业大厦的基石，我们的婚姻就会和他的事业一样稳固。我给予他最深的信任，他把我的信任踩在脚底。我笑着，许朵，你可以恶心，但不是谁都像你这么恶心。你的孩子有问题，我早就知道，中医望闻问切，我多少也会点。你在公安局那次，我就看出你面色不对，可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我知道你孩子有问题，只是看不出具体有什么问题，但我也不急，我倒要看看老天会给你什么报应。但真是太可笑了，你的孩子居然是心脏病，是只有我能做手术的先天心脏缺损。可是许朵，你记得吗？你推倒我的时候，我的手划过了桌角，在手背上划开了深深的口子，深及筋脉。我笑容更加灿烂。许朵，你猜猜我为什么从医院辞职？真的只是因为失去了孩子打击太大吗？许朵的眼中现出惊恐的光芒。我做不了。我笑着说道，我的手伤了，再也拿不了手术刀了。我伤得这样重，又知道了真相，想要报警，想要让许朵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可是高明的爸妈，所有人都拦着我，一字一句都是许朵多可怜，而我如果坚持报警，就多么的冷血恶毒，没有人性。我不过是伤了手，却要让一个花季女孩留下案底，毁掉她的一生。我那时伤心、悲痛、愤怒，前路迷茫，竟听信了他们的鬼话。我的这栋别墅，就是高明为了让我不报案，让许朵不受到追究，假惺惺赠予我爸妈的。不是我要的，是他硬拉着我，硬要塞给我的。所以他录影上的真实自愿才会说的那么爽快。如果有人认真看了那个公证录影，就会发现那时的我神情有多么灰败。他以为这栋别墅就能买下我的孩子，买下我热爱如生命的职业。这别墅里里外外都流着我孩子的血，都落着我被毁掉的职业生涯的灰。我忘了高明爸妈和许朵是怎么走的了，因为我的心情也不好。人总是这样，有一个目标支撑，哪怕是仇恨，也是充满干劲的。可一旦这个目标完成，反而变得没有意思起来。后来我的学弟，也是现任的心外科主任，陆续和我通报了一些情况。除了我，谁也没那个水准去做先天心脏缺损修补手术，只能保守治疗，花了很多钱，有几十万，但也不能完全治好。这孩子以后要永远和药罐子为伍，跑、跳，甚至情绪激动一点，都有可能是致命的。他叹息了一声，学姐，这个孩子太可怜了，要是你的手摸出是多好。他不知道我和许朵的关系，我笑了一声，是呀。挂了电话，所有的事情真的都告一段落。我到别墅的院子后面，在一片狗尿苔下面挖出了之前埋下去的保险箱。对，我真的种了狗尿苔，一种被名字拖累的蘑菇。谁能想得到金条在这下面？1个多亿的金条全拿出来，也不过就200多公斤，一个大点的鞋盒就能装进去。我给关爱心脏病患儿的专项基金捐了一大笔钱，能不能用到高明的孩子身上，那就和我无关了。我准备开高明的车去保养那天，他拿着离婚协议书来逼我签字。高明说，许朵怀孕7个月了，他要给许朵和他的孩子一个名分，而我上次流产伤了身体，以后再也不能生育，可他这么大的事业不能默人继承，所以我已经没资格做他的妻子。刚刚知道高明和许朵的事情的时候，正是我掉了孩子，连职业生涯也毁了的时候。
我悲痛欲绝，最黑暗、最痛苦、最需要人安慰的时候，发现我的爱情也没了。更让我想不到的是，所有这一切都只是拜他情人的一个被害臆想所致。我痛苦过，歇斯底里过，也被驯服一般幻想着放下过去，重修就好过。可是在高明那样绝情地把离婚协议摆在我面前时，我忽然间释然了。女人的智商总是和感情的多寡成反比，一旦没有感情，就会格外清醒，甚至不用多思考，只是一个瞬间，一个完整的计划就已经在我的脑子里形成。我早就知道高明的车子有问题，那天是想去修的，但是我不去了。我还知道高明给徐朵订了最好的私立妇婴医院，在林市，徐朵已经住了进去，而他也要过去看她。我还知道去林市要走4号公路，4号公路有个路段路窄弯多，一侧全是几十米的高崖。高明嫌电子账号麻烦，很多都是我帮他注册的，手机也是。他去看徐朵那天，我用查找手机及时定位他的位置，在看到他快要到那段路段时，我拨通了他的电话。我和高明大吵，我让他死了想离婚这条心，我说我拖也会拖死他。高明这个人性子很急，开车的时候是典型的路怒症，一生气就会下意识地轰油门，一旦达到某个速度，本就有问题的刹车就会彻底成为摆设。我盯着手机上的即时位置，忽然停止争吵，很温柔地问了一句：高明，你车速多少了？高明下意识回答：180。我说：高明，再见。从来天运总回圈，报应昭彰善恶见。如果高明莫为了防着我，把事做绝，现在结局是不是会有不同呢？我看着外面，阳光透过了云层，雾霾逐渐消散。我的生命还有很长，终会找到我的曙光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